这里是夜听，我是简宁，晚上10点向你问好。卡尔纽波特在《深度工作》中写道，人和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专注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，一心一意地深耕。就连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认为，对他们事业成功最有帮助的是专注。一个人只要把心沉下来，专注当下，则焦虑自散，成功自来，幸福自在。心沉下来了，焦虑也赶走了。看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，有一个人在森林里迷了路，他兜兜转转，焦躁不安，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路。这时对面走来一位老农，他便上前问路。老农指着地上的蜗牛说，只要跟着眼前这只蜗牛走，很快会找到出路。可是蜗牛走得很慢，他心里很不开心。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居然要跟着这么慢的蜗牛走。但走着走着，他的心也沉了下来。他忽然发现，这片森林里有着清脆的鸟鸣，清新的空气，温暖的阳光，还有翠绿的小草，正在盛开的花朵。他渐渐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好当中，全然忘记了之前的焦躁和不安。在一个转角处，他惊喜地发现了自己之前留下的标志，没多久就走出了这片森林。你看，一个人即便迷失了方向，但只要把心沉下来，走着走着就会见到曙光。说一说王阳明的故事。公元1506年，王阳明得罪宦官刘瑾，被贬到贵州龙场。当时的龙场荆棘丛生，野兽出没，瘴气弥漫，常人难以生存下去。刚到龙场的王阳明心境郁闷焦虑，吃不好睡不香，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一位被贬的京官带着儿子和仆人经过这里，脸上写满了忧愁，走路时唉声叹气。由于长途跋涉，吸入不少瘴气，他们不幸感染了风寒，加上心态极度悲观，没几天就相继去世了。这件事对王阳明触动很大，他感慨道，忧郁的情绪积压在心头，会要了人的命。于是他决定沉下心来，抛弃一切焦虑烦恼，专心研习儒家经典。通过学习，王阳明逐渐变得内心宁静，并在龙场悟道，成为一代圣人。人生在世，艰难困苦常在，唯有沉下心来，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沉得下心来的人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境，都能不疾不徐，找到人生的出路。正所谓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只有把心沉下来，把心静下来，才能赶走焦虑，驱散阴霾，获得新生。心沉下来了，离成功就近了。自媒体人李月亮分享过一个故事，他想招聘一位编辑，有个姑娘的简历很不错，姑娘毕业于国内一所知名高校的文学专业，还拿过文学奖，人也长得漂亮恬静。唯一让李月亮觉得欠缺的是，姑娘大学毕业7年，换了13份不同性质的工作。李月亮有些担心，如果把这个姑娘招聘过来，会不会留不住？再三考虑后，李月亮还是邀请她过来面试了。李月亮对女孩的专业能力很满意，最后他问道，你为什么很频繁地换工作呢？姑娘回答，我还年轻，希望多去尝试一些新的领域，发现一些新的可能，丰富自己的经历。李月亮又问她，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姑娘回答，可能是写作吧，但我不会为了这一个爱好而放弃其他所有的爱好。听完后，李月亮当即决定不录用这个姑娘。他认为心不沉的人会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。荀子说，
谢六贵而二鳌，非蛇之学无可寄托者，用心造也。他告诫人们要专注，只有专注一件事，才能做出成绩。成功只会眷顾那些沉下心来、扎实做事的人。看过一则新闻，讲述了一位故宫古钟表修复师的故事。这位师傅姓王，非常擅长修复文物钟表。有一次，他遇到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，修复变魔术人钟。这座钟共有1000多个零件，组装了7套系统，5套机械联动，底盘的齿轮多得就像一个迷宫。瑞士的一位钟表专家看过之后说，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钟表之一，他也修不好。但王师傅凭借之前积累的经验，沉下心来，一个工序接一个工序，耗时整整1年多，终于把这块表修复好了。他也由此被网友们称为时间魔术师、故宫男神。王师傅说，他16岁就从事修复钟表的工作，已经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40多年。有记者问他，如何才能40年如一日专注一件事？王师傅很平静地回答，沉下心来，长久专注，简单的事重复做，你就是行家；重复的事用心做，你就是专家。王师傅把心沉淀在一件事上，成了钟表修理界的大师。你有多沉淀，就有多成功。李小龙曾说，我不怕练1万种招式的人，只怕一种招式练1万遍的人。专业不在于多，而在于精，这需要枯燥的重复和漫长的等待。把心沉下，心无旁骛，哪怕再遥远的目标也能慢慢实现。心沉下来了，幸福也就出现了。国外一个心理学实验发现，人们每天想的事大约有47%是在回忆过去或是计划未来。这些想法会使一个人的情绪产生波动，极大地削弱一个人认真做事情的专注力。只有当人们心里想的事跟做的事一致时，才是最幸福的。乔布斯曾说，人生获得满足的唯一方式，便是爱你所做的事。看过一个法国面包师的故事，他从不做广告宣传，也没有花太多心思在经营上，生意却出人意料的好，超过了所有比他更聪明、更努力赚钱的人。秘诀就在于，他把做面包当成了一件艺术品来打造。他做面包时要有绝对精良的面粉和黄油，要一尘不染、非常考究的器皿，要赏心悦目的姑娘帮他打下手，还要有称心如意的音乐伴奏。他说这4个条件缺一不可，否则就酝酿不出情绪，没有创作灵感。从揉面团、发酵到整形，再到烘烤的每一个步骤，他都用100%的专注度做好。这样做出来的面包不仅香甜可口，而且造型优美，就像一幅栩栩如生的立体画，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购买。他也因此成为法国最有名气的面包师，连总统都邀请他去爱丽舍宫做面包。他每天都沉浸在做面包的乐趣当中，忘记了烦恼。幸福于他竟是如此简单。一件事无论多么枯燥，一旦沉下心来，就会马上变得有趣起来，幸福感也就随之而来。周易系辞说，为神也，不急而速，不行而滞。只要沉下心来，就能达到神的境界。看起来很慢，实则很快；看起来没有行走，实则已经到达了目的地。把心沉下来，就能物我两忘，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平和，那便是真正的幸福。当你感到生活苦闷压抑时，请不要考虑太多，把心沉下来，先做好当下最重要的事情。把心沉下来，持续耕耘，烦恼自散。把心沉下来，凝神聚力，成功自来。
把心沉下来，享受当下，幸福自在。当你做好当下每件事，很多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，你的整个生活就会慢慢进入正向循环，幸福感也会慢慢浮现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过，任凭怎样脆弱的人，只要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唯一的目的上，必能使之有所成就。余生沉下心来，赶走烦恼和焦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做事专注的人都懂得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，一心一意地深耕。一个人只要把心沉下来，专注当下，则焦虑自散，成功自来，幸福自在。心沉下来了，焦虑也赶走了。看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，有一个人在森林里迷了路，他兜兜转转，焦躁不安，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路。这时对面走来一位老农，他便上前问路。老农指着地上的蜗牛说，只要跟着眼前这只蜗牛走，你很快会找到出路。可是蜗牛走得很慢，这个人心里很不开心，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居然要跟着这么慢的蜗牛走。但走着走着，他的心沉了下来，他忽然发现这片森林里有着清脆的鸟鸣，清新的空气，温暖的阳光，还有翠绿的小草，正在盛开的花朵。他渐渐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好当中，全然忘记了之前的焦躁和不安。在一个转角处，他惊喜地发现了自己之前留下的标志，没多久就走出了这片森林。一个人即便迷失了方向，但只要把心沉下来，走着走着就会见到曙光。人生在世，难免遇到各种难题困境，唯有沉下心来，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沉得下心来的人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境，都能不疾不徐，找到人生的出路。心沉下来了，离成功就近了。专注一件事，自会做出成绩，成功自会眷顾那些沉下心来扎实做事的人。沉下心来，长久专注，简单的事重复做，你就是行家；重复的事用心做，你就是专家。你有多沉淀，就会有多成功。专业不在于多，而在于精，这需要枯燥的重复和漫长的等待。把心沉下，心无旁骛，哪怕再遥远的目标也能慢慢实现。心沉下来了，幸福也就出现了。当人们心里想的事跟做的事一致时，是幸福的。人生获得满足的方式，便是专注你所做的事。一件事无论多么枯燥，一旦沉下心来，就会马上变得有趣起来，幸福感也就随之而来。只要沉下心来，看起来进度很慢，实则很快；看起来没有行走，实则已经到达了目的地。当你感到生活苦闷压抑时，请不要考虑太多，把心沉下来，先做好当下最重要的事情。把心沉下来，持续耕耘，烦恼自散。把心沉下来，凝神聚力，成功自来。把心沉下来，享受当下，幸福自在。当你做好当下每一件事，很多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，生活会慢慢进入正向循环，幸福感也会慢慢的浮现。有位哲学家说，任凭怎样脆弱的人，只要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唯一的目的上，必能使之有所成就。沉下心来，赶走烦恼和焦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好，今晚的夜读就到这里，朋友们，再会。